美国政府开始向美国第一的大学宣战了。最近，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的对抗持续升温，从冻结20多亿美元联邦拨款，要求撤销免税地位，到试图阻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矛头直指学院话语与决策自主权。Half university endowments are being hit with an 8% tax, but it could have been worse. Trump administration yanked Harvard's authorization to enroll foreign students. Harvard has to show us their lists. 最近矛盾越演越烈。7月初，特朗普政府以纵容反犹主义为理由，威胁取消哈佛认证资格，哈佛则提起诉讼，双方正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司法拉锯战。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正加速推进一项历史性改革，将大学捐赠基金的课税率从现行的1.4%提升至最高21%，瞄准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有钱的精英高校。如果这项政策落地，哈佛可能需要为它超过530亿美元的基金，每年缴税近10亿美元。要理解为什么政府资助和捐赠基金这两项不菲的收入来源对美国大学那么重要啊，我们需要理解美国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它背后的财政和金融机构。各位101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文。那么在这期视频里啊，我们就从头讲起，美国大学是靠什么赚钱的，又为什么引发了那么大的争议呢？我们先来算一笔账。我们知道，美国大学最基本的分野是公立和私立大学，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公立大学一般由州政府出资建立，因此对州内居民收的学费较低。但根据 Education Data Initiative 的数据呢，2024到25学年中，美国私立大学的平均学杂费超过58000美元。只算学费的话，公立大学的外州学生为28000美元，而本州居民为1万美元左右，4年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仅仅是平均值。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私立大学里面，哈佛大学一年所收的学杂费共86000美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官方数据也显示，学杂费最高可以达到52000美元。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啊，在过去20年里，这个数字在公立和私立高校里分别涨了接近150%和200%。The US system is peculiar for the astronomical levels of tuition. You could get a European parent to faint if you tell them how much you have to pay for a kid to go to college here. 例如，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而在英国，即使是牛津、剑桥这样的名校，英国本国学生的学费上限也被限制在约1.2万美元左右。相比之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没有类似的价格管控机制。但是啊，如果你去问这些动辄收费7、8万的精英高校，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收的钱呢一点都不贵。他会说这个维持大学的运转非常的昂贵，就现在大学收这个费用已经是便宜学生了。因为这个精英的学校教授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就很高，各种硬件、软件设施也很贵，它都是往最好的去配，特别对于那个私立大学来说。所以说白了吧，这个教育啊就是一个奢侈品，所以这个大学就可以说，我们这个学费啊，哪怕一年收你6万美元，都不足以覆盖我的支出。那么除了学费之外，美国大学的收入从哪里来呢？我们刚才提到啊，美国大学有公立和私立之分。那么公立大学呢，承担着为本地学生提供可负担教育的任务，因此呢，受到州政府的资助。但是啊，在过去几十年间，公立大学所受到的州政府资助其实是在不断减少的。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2024财年里，这所顶尖公立学府的预算高达38亿美元，但州政府拨款只占了其中的14%。相比30年前高达50%的比例，州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支持已经大幅缩水。它的最大收入来源是学生的学杂费，占总预算的近30%。除此之外，学校还依靠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私人捐赠、校内服务创收，以及像博物馆、学生宿舍、演出中心等辅助性经营收入。不过这些收入啊，很多都带有专款专用的标签，比如联邦资助只能用于指定的研究项目，捐赠往往限定只能发放奖学金，连投资收益呢也有可能用途受限。而私立大学，比如说哈佛、耶鲁、斯坦福，从州政府那里几乎拿不到1分钱。那和公立大学一样呢，这些私立大学呢，也是依赖于学费、联邦拨款以及由私人捐赠所组成的捐赠基金。那捐赠基金也就是所谓的 endowment， 在这些大型私立学校所占的比例啊，比公立学校要大得多。2024财年，哈佛大学的总收入为65亿美元，这其中捐赠基金收入占了45%，剩下的学费收入占了29%，联邦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的研究补贴占了16%。除此之外呢，部分学校还可能会有其他的收入，就比如说学校运营的医院和体育队。
首先来看大学医院，以匹兹堡大学的 UPMC 为例，这家附属医疗体系在2023年全年营收达到280亿美元，拥有40家医院和8700张床位。它产生的大量现金流可用于支持医学院、科研项目和教学资源，是大学重要的财政支柱之一。再看体育队，尤其是像 NCAA 一级联赛这样的体育项目，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为例其体育部门在2023财年创下2.8亿美元营收，主要来自 NCAA 比赛门票、电视转播、赞助商以及校友捐赠，属于全美顶尖水平。即使2024财年收入略降至2.55亿美元，仍然带来了巨额资金，用于学生奖学金、设施建设和球队运营。其他顶级学府，比如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阿拉巴马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等，也纷纷突破了2亿美元的规模。最后，在一些擅长理工的大学，比如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等，像生物医药和芯片设计这样的科研结果商业化，也会带来技术转化以及专利收入。根据官方数据，2024财年，斯坦福从专利授权中获得的毛授权金收入约为6860万美元，涵盖541项技术成果。同时，在美国大部分大学呢，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非盈利机构，因此呢，在税收上，他们享有和大部分医院、慈善机构以及非盈利组织一样的税收优惠，而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所不满的一点。Tax exempt status, I mean, it's a privilege. It's really a privilege, and it's been abused by a lot more than Harvard, too, by a lot more than Harvard. So.We'll see how that all works out. I don't think they've made a final ruling. I don't believe they've made a final ruling, but it's something that these schools really have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with. 而此次受到政策影响最大的，也是美国高校依赖度最高的收入来源，就是捐赠基金。大学的捐赠基金其实和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很类似它并不是单单一笔巨大的款项，而是由几千笔捐款共同组成的。在美国，通过捐助来回馈自己所处的社区是一项传统，而大学也不例外。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呢，校友的职业生涯步步高升，捐助基金的数额也水涨船高。为了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捐赠基金的投资收益部分仅收取 1.4% 的低税率，有助于让大学通过投资扩大捐赠基金的规模，并将这些钱重新投入到教育和科研过程上去。同时捐赠的部分对捐赠人本身也是免税的，这就让大学更有动力和理由为捐赠基金募款。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收益最多的是私立精英大学呢？这是因为这些一流大学有大量杰出的校友，因此呢，他们也可以雇佣专业的人才来管理捐赠基金，其中耶鲁大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不仅拥有世界第2大校友捐赠基金，更是为所有学校开创了一个名为耶鲁模式的先河。这是一套专为大学捐赠基金量身打造的投资体系。这个故事要从1985年的耶鲁校园说起。那年31岁的耶鲁经济学博士 David Swenson 被他的导师请来接手耶鲁的捐赠基金。当时他在风头正盛的雷曼兄弟工作，从事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他的导师呢，说服了他放弃了接近 80% 的华尔街薪资，参与他之前没怎么接触过的资产管理工作。而后续的故事证明，这一举动正开启了一场投资革命。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用所谓的6-4配置，60%投股票，40%投债券。但 Swenson 发现，大学的资金是永续存在的，而且是免税的，因此完全可以用来投资长期非流动资产。于是他大胆押注私募股权，风投对冲基金和房地产，并建立了一支专业团队来严选管理人。这种模式让耶鲁获得了非常惊人的回报。从1985年起至今，捐赠基金年化收益率高达 13.7%， 资产从13亿美元暴涨至400亿美元。 Over a 30-year period, Yale's investment strategy has added over $30 billion in value, relative to a passive strategy that would allocate 60% of its holdings to stocks and 40% to bonds. 这些资产门类吧，特点就是回报率比较高，风险比较高，而且呢，这些资产相对来说呢，可变现能力比较差，因为它有比较长的锁定期嘛，是吧？它需要持有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比较高的回报率。同时呢，你需要雇佣到一流的这个资产管理者，是吧？来帮你管这个钱。那像耶鲁这样的一流私立大学呢，它条件非常好，
他可以很容易的找到顶尖的像红杉这样的管理者，所以耶鲁呢就可以把钱给这些一流的 PE-VC 去管。那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呢，能够帮助耶鲁大学这个基金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超额回报率，它的年化回报率可以是 15%， 可以是 20%， 乃至于更高，它是远远超过通过公开市场购买股票或者债券所能获得的回报率。耶鲁获得成功后，在 Swanson 门下走出的大批高管被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的名校高薪挖走，耶鲁模式也被带到各自学校，使投资非公开交易市场的投资逻辑成为顶级院校捐赠基金的统一范式。实际上这不仅是影响了其他的捐赠基金，像养老金以及各类主权基金也在发现这个投资模式不错之后呢，争相模仿。而这种专注在投资像股票、债券、现金等传统资产以外的投资模式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 alternative investing 另类投资。在1994到2008年间，根据美国大学与学院商业官员协会的数据，大型捐赠基金每年实现了超过基准410个基本点的超额收益。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另类投资的黄金时期。如今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根据学校公开的数据在2023到24财年内，耶鲁在私募股权资产上投入了107亿美元，而在风险资产上投入了101亿美元，这两项加起来占了总资产的1半以上。然而，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的背景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另类投资的表现却一路下滑。知名投资顾问 Richard Ennis 在一篇名为《另类投资的衰落》的论文中指出，有 65% 的美国捐赠基金为了效仿耶鲁模式大量投资另类资产，但过去10年里Kubo 数据显示总额达到8740亿美元的大学捐赠基金，其年均回报率为 6.8%， 而一个全球73配置，也就是 70% 股票 30% 债券的投资组合，其年均回报为 6.83%。金融时报称，考虑到美国资产在这10年表现异常强劲，而多数捐赠基金配置中美国资产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这个对比其实已经算是对捐赠基金相当宽容。所以，虽然捐赠基金仍然依据耶鲁模式重仓非公开市场内长期持有且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但就在最近，包括哈佛和耶鲁在内的一众高校开始着手卖掉这批资产，从而找回一部分的流动性。这一点呢，我们也会在之后详细分析。不过现在我们先来聊聊这笔钱到底被用在哪里了？美国大学的开支为什么这么大呢？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大学的这个金融保险箱，它是希望它通过这些钱，对吧，然后做一些这种长期投资，比如股票这个等等不动产等等，这个产生的收益可以每年用一部分，对吧？我之前提到的就是每年的这个东西只能用4%到5%的样子，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慢慢既能保证这种危机中抗风险，又能够这个持续的去让这个学校发展，它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很多人会说这个大学有这么多钱，富得流油，对吧？为什么还要涨学费？因为它只能动用4%到5%每年，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钱我拿来我可以全部去用。我们再以耶鲁为例，刚才说到耶鲁的捐赠基金高达400亿美元，但大约 75% 的捐赠基金是有使用限制的，学校在法律上被要求只能将这些资金用于捐赠人指定的用途，于是耶鲁能动用的资产只有 25%， 但这笔钱里面，耶鲁明确表示，学校每年计划支出仅相当于捐赠基金总值 5.25% 的资金。 So an endowment is really very different than a savings account. If you think about a family's savings account, families save usually to make a big expenditure. So they might be saving to buy a house or a car or pay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Or they might be saving for an emergency, kind of an emergency fund. But ultimately, those savings are meant to be spent at some point, a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an endowment. An endowment is invested and the earnings on the endowment can be spent, but the endowment itself can't be. 所以在能用的钱有限的情况下，精英大学的开支又是一笔不小的数字。2024财年，耶鲁的总体支出高达62亿美元。但如果我们细看耶鲁提交的信息会发现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一项叫做其他工资的支出。
注意了，这可不是付给校董、校长、教授等学校高层的工资。虽然这些人的工资也很高，比如校长 Peter Salovey 去年的薪水就高达230万美元，但这40%的支出实际上是耶鲁付给出高管和教授之外的行政人员的工资。这就要说到近年来美国大学被不断诟病的问题——行政膨胀。耶鲁在2024年雇佣了5923名管理人员，而本科生只有6800名，几乎到了每一个本科生就对应一个管理人员的程度。数据显示呢，耶鲁在2003到19年间，本科生人数几乎没变，但行政管理人员暴涨45%。尤其在2018年的时候，耶鲁是常春藤中管理人员最密集的学校，全美私立大学中排名第5。学校为什么要雇那么多行政人员呢？一方面这是因为政府和教育部门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合规要求，导致需要更多的行政人员处理这些任务。但另一方面呢，这也是因为精英大学的收入来源是刚才提到的学费和捐赠基金，而这些收入并不像企业一样和工作效率有直接关系。既然学校不是自己为这些管理费用买单，那么很自然的就缺乏了控制成本的动力。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就解释说，很多学校高层在招行政助理之前根本没想好这些助理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需要这些下属，这正反映了岗位设立并非需求驱动。那当然呢，除了行政膨胀增加了开销之外要维持学校本身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呢，要花的当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通常来说，学校的开支还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教学和科研、设施和基础建设、奖学金以及助学金。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支出，比如教授薪酬、实验设备维护等，一直是高校预算中最大的开销。而近年来，美国大学的奖助学金支出也在快速上升。以耶鲁为例，2024财年其奖学金和助学金额达到约4.87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捐赠基金，另一半则要靠运营经费来填补空缺。最后，美国大学几乎年年修建宿舍、体育馆等设施，建设和维修都需要花费。比如哈佛2024年投入了6亿美元在基建上，而评级机构 Moody's 预计美国高校在未来10年中，基础设施方面的所谓延后维护需求高达7500到9500亿美元。而这些预算支出都是在每个财年初就已经确定好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联邦政府突然宣布撤销科研项目资助的时候，大学会陷入混乱。这些联邦经费呢，通常只用于特定项目，一旦被减，大学难以从其他地方抽出备用资金，只能被迫终止项目，损失严重。那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要对捐赠基金收税这件事，才会在投资收益不景气的情况下，对这些精英学校造成更大的打击。在新一轮税制下，国会将对普林斯顿、哈佛以及大约60所拥有大型捐赠基金的高校征收分级税率，其中最富有的学校将面临高达21%的税率，而这比现行的1.4%税率高出近15倍。根据卫斯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Philip Levin 的估算，这项改革将使一些大学额外承担数亿美元的税负。比如位于休斯顿的莱斯大学原本需要向联邦政府缴纳900万美元税款，而现在可能激增至8700万美元。普林斯顿大学的税款将从3900万美元飙升至5.86亿美元。哈佛大学更是从5700万美元暴涨至惊人的8.49亿美元。现在的整个的学校，包括这个哈佛，它的支出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还有很多的学生其实是拿奖学金的，所以说它其实很大程度是依赖这个 endowment 的支持一些运营还有支持奖学金所以我觉得这个税务如果收到这个 endowment 上的话，它其实对他来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华尔街日报》在一则最新的分析中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限制哈佛的联邦资助，禁止其招收国际学生，并对捐赠基金收取高额税务，那么哈佛下一年可以调配的收入将减少高达10亿美元。纸面上看，哈佛的年度预算是64亿美元，少了这10亿并不是活不下去。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大学雇佣了大量行政人员，承担大量教学和科研任务，这样几年下来一定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研究教育金融的教授 Robert Colchin 就说，最后哈佛一定会被迫削减开支，这所学校的未来则必定会改变。那么面对这样的挑战各大精英大学也没有闲着。在另类投资回报持续走弱，联
当政府又开始撤回对大学资助的背景下呢，耶鲁大学率先行动，成为首批出售其非公开市场资产的大学之一。6月10日，耶鲁正洽谈通过二级市场出售约3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投资组合。校方发言人表示这项代号为 Project Gatsby 的交易将帮助学校把流动性较差的私募资产变现为现金，用于下一轮投资。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耶鲁要放弃长期坚持的投资策略，而是运用机构投资者普遍采用的组合管理手段，在市场变化中灵活调配资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耶鲁首次涉足二级市场。与直接投资私营企业不同二级市场允许投资者在资产尚未到期前，将手中的投资份额转让给其他买家。通常来说，这类交易为买家提供一定的折扣，以弥补资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根据媒体报道，耶鲁此次交易的折扣可能仅为 5% 左右。对一笔规模庞大的资产来说，这样的定价已经属于优渥，可以说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耶鲁也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学校。与此同时呢，哈佛大学正在商谈出售约1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份额，而其余学校虽然没有出售资产，但却将目光投向了另一种收入来源——债券。普林斯顿也在考虑发行3.2亿美元的应急债券，而西北大学、布朗大学等也在采取同样的措施，增加现金储备。那么向资本市场发债这件事听起来像是企业的操作，但实际上已经是美国大学非常常见的融资手段。在美国，只要是一个实体，包括公司、政府和非盈利的大学等，都可以发债。这类债券往往是市政债券或税前债券，这些债券可以被市场上的投资人购买，学校则承诺在未来分期偿还本息。虽然大学不像公司那样有股东，但还本付息的责任依然真实存在。大学发债的话呢，因为多数的美国一流私立大学，它一般都有很好的抵押物，然后呢，它有很好的现金流，所以它可以拿到非常好的信用评级。所以像哈佛这样的这个一流私立大学，它的评级是好于美国政府的。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5月，评级机构 Moody's 将美国政府的国债评级从最高的3A 级降了一个等级。这也就意味着购买美国国债不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投资。与此同时呢，哈佛、普林斯顿等常春藤名校的评级却依然是耀眼的3A， 代表了评级机构对这些学校的信任。对投资人来说，这些学校的债券几乎没有违约风险，因此也很抢手。大学发债的用途呢，和之前提到的捐赠基金支出途径没有太大的区别。债券可以用来修建学生宿舍、扩建实验室、翻修体育馆等等之类一次性资金需求庞大的项目。同时，债券也解决了我们之前所说的捐赠基金使用限制的问题。许多高校在低利率环境下发债，见便宜的钱提前筹资。那无论是在二级市场出售资产还是发债各大高校这么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流动性。面对联邦资助不确定、联邦研究基金被冻结、潜在捐赠税率上调等情况，学校急需现成资金。当然呢，非公开市场的资产缺乏流动性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市场和投资人已经全盘否定了耶鲁模型。资产管理公司 Partners Capital Investment Group 的 CEO Arjun Raghavan 在一篇文章当中指出，尽管耶鲁模型面临费用高、流动性差、结构复杂等挑战，但简单的6-4股票债券组合并不是解决方案，因为在过去的120年中，这类组合有6次在长达7年以上的投资区间里产生了实际负回报。他提到尽管私募资本泛滥导致选出优质投资变得更难，但某些领域呢仍有显著机会，比如私营企业自2008年以来盈利增长比上市公司就要快3个百分点。他说，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一个经过优化和调整的捐赠基金模型显然是更优的投资策略。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捐赠基金、债券融资这样的收入来源还是发生在像哈佛、耶鲁这样的精英私立大学。这些学校呢，家底厚实，即使遇到市场波动，也有足够的缓冲空间。但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早就已经在这些名校之外悄然发生了，而且涉及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2023年，拥有R1研究地位的大型公立高校西弗吉尼亚大学，就因财务和结构转型问题，掀起了一场大规模裁员潮。
这所学校的董事会批准关闭了28个项目，包括全部外语系及多个文科专业，同时裁掉了143名教师，涉及化学、土木工程、公共卫生等领域。史无前例的是这样一所在美国旗舰式的公立研究大学，在这次重组当中取消了数学研究生项目。语言、艺术、教育等纯学术方向课程大幅压缩，只保留了少数基础服务课程。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当然导致了很多学生以及教职工的不满和抗议，但最后都不了了之。And the narrative proposed about how they are only affecting these small departments is that it is not the case, because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sheer amount of cuts is decimating the trust that faculty has here. This is not just affecting those small majors. It's affecting everybody. 这一方面是预算赤字危机。截至2023财年，西弗吉尼亚大学面临高达4500万美元的结构性赤字。虽然最初校方声称这并非财务危机，但随后却确认呢，如果不采取措施，赤字预计会扩大到7500万美元以上。而导致这一危机的原因，正是不合理的支出加上不断下滑的入学人数。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20到22年间，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支出增加了38%，主要是用于扩建学校设施，但入学人数才仅增长了7%。西弗吉尼亚大学可能是近年来裁员范围最大的研究型大学，但它并非个例。最近，康涅狄格大学就面临超过1亿美元赤字，正在计划裁员和压缩教学项目。今年4月，在美国政府宣布取消特定研究项目的补贴后，许多学校也不得不缩减了相关的人员。而对于规模更小的私立学校而言早在疫情期间，他们的处境就已经举步维艰。我们硅谷101播客呢，曾经在2020年采访到了加州一所私立学校的讲师 Crystal， 他就提到呢，很多学校冻结招聘也和疫情期间学生人数减少，尤其是国际学生的人数下降有很大的关系。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85所小型非营利文理学院关闭，其中不少是有100年历史的名校。2021年，位于阿拉巴马州有近200年历史的女子学院 Judson College 宣布关闭。这所学校的捐赠基金只有1550万美元。疫情期间，校长向外界筹款500万美元，但没有达到目标，最后只能决定关闭。小型文理学院它会有一些这种关闭合并就是因为它持续有赤字，因为这个文理学院的一些专业可能比较偏、比较冷，然后这个学校可能就是不够的这个综合化，也会让学生可望而却步。2016年到2021年，大概美国平均是每年有30到40所私立大学或者关闭或者合并。对，所以说也有这个一些网站在预测，在未来的10年之内，在美国可能大概有15%到25%的小型的私立高校就没了，就彻底的关掉或者是消失了。为什么同样是高等教育院校，这些学校的命运和上一章我们列举的私立名校截然不同呢？这些学校一般没有大型的科技，也没有大型科研的这种中心，然后它也不太有太大的这种捐赠资金，因为大家不太给这种小的学校捐。那么这样的话，它其实就这个财务结构是比较脆弱的，就是它过度是依赖于学费的。那么再加上近几年的这种国际学生减少以及本土学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去这种要么就是 community college 更便宜，要么就是去这些比较好的学校。所以这种中间的就是既不是特别有名的学校，又不是这种极其的便宜的这种私立的liberal arts school， 其实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记得我们在视频一开头提出的数据吗？在一所4年制私立学校，读完大学平均要花将近25万美元，而理论上最便宜的，作为一名州内学生在本州的公立大学读书，4年也可以花到将近10万美元左右。在这种学费水涨船高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想象，如果是一名出生于普通家庭的美国学生，上大学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尤其是那些原本应该作为公共资源存在的公立大学，现在似乎也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就会发现过去的高等教育并不是这样。以加州大学为例自1868年成立以来，加州大学有超过50年的时间是完全免费的。1921年才开始对本州学生收取象征性的费用。这种公共资助教育体系在战后得到了 GI 法案等联邦政策的进一步强化。
但1960年代末，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加州州长里根削减教育预算，迫使学校通过收学费来筹集经费；另一方面呢，则是联邦政府推出了高等教育法案，为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贷款便利。这也创造了在当下的美国社会备受争议的社会话题之一——学生贷款。联邦学生贷款项目建立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这却几乎造成了相反的结果。教育从一项公共资源变成了个人消费，只要你愿意负债，你就可以上大学。同时呢，学校也更有动力去提高学费，因为他们知道学生可以贷款支付这些学费。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970年以来，美国大学的学费水涨船高，然而州政府对于大学的资助却在不断的下降。同时，学生贷款总量也在不断升高，在2025年达到了1.7万亿美元。另外，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大学债券吗？2000年代开始呢，加州大学系统正式开始发行所谓通用收入债券，债券的背书正是学生的学费。而为了吸引投资者，学校呢还会把债券评级、品牌排名、校园新建项目作为指标，一步步提升自身在资本市场的形象，这就造成了一个闭环。而在这样的系统下，真正被牺牲的是教育本身。我们刚才提到大量的教职工被裁员，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呢找不到终身教职，只能去做兼职讲师，低薪且无保证。而学校本身呢，就像刚才提到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则像房地产公司一样，不断的扩建新楼，削减教学项目，砍掉那些所谓没有用的人文学科。而那些拥有100亿捐赠基金的精英大学们虽然不用面临破产的压力，但是呢，却在大量招收行政人员，薪资对标企业高管。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谓的大学的膨胀，所以对哈佛的批评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你这个雇了一大堆行政人员，然后呢，按照企业的管理的方式，给了很高的工资，那你到底要不要维持这么大的规模呢？这就是个问号。在这期视频里呢，我们回顾了美国大学背后的财政结构，看到了像哈佛、耶鲁这样的精英高校是如何通过捐赠基金以及金融操作在资本市场上稳坐 C 位但与此同时呢，更多的高校，尤其是公立大学以及小型私立学校，正在财政崩溃的边缘苦苦挣扎。在科研资助被砍、捐赠基金税收政策面临重构的同时，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似乎正陷入一场结构性的困局。而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是某些学校的失败，而是整个制度选择的后果。当我们谈论大学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呢？是一个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机构，还是一个以金融产品运作为核心、捐赠基金为燃料的资产平台呢？其实呢，我们的采访嘉宾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当下的这场危机正是对教育本质的提问。所以我觉得这次其实更多看出来的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个危机，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财政和制度双向的一个危机，并不是一个仅仅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博弈，它其实就是对于这个知识到底有没有国界，然后大学到底它的社会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是给整个世界提供这种就是知识人才，还是说为国家的这个知识人才做保证。那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个政策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对我来看，我认为它更多是一个对于教育本质的一个重写。无论哈佛与政府之间的宣战结果如何，我们都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如果教育系统继续金融化、市场化、行政化，那么最后付出代价的不只是某一所大学，不只是某一代学生，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重新提问，教育的价值究竟是由谁来定义，又是为谁而存在呢？好了，以上就是这期硅谷101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特约研究员一文，大家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我们继续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们下期再见啦！